龙，嗨，看了星星，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们真的是通过这个电影认识的？对，之前完全不认识。耶，欢迎我们的好朋友。这次我不想特别正式的打招呼，我们是好朋友，我们是好久不见的好姐妹。姐妹的方式开个场。Hello， 芒果妈妈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很高兴来到芒果妈妈，我是若楠。Hello， 芒果妈妈的朋友们，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哈，我是晶晶。好谢谢你们，我真的谢谢你们来。我非常喜欢看到你们俩一块儿去走红毯、跑首映，因为你们是我各自非常喜欢的女艺人，所以你们一块儿走红毯这样子，感觉怎么样？有安全感，我是一个很缺乏安全感的人。我去到很多的场合，没有那么喜欢走红毯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么自信，有点没有那么习惯被那么多人注视着的那种感觉。太好了，真的我很需要你这句话，因为我会听到，如果连他都没有自信的话，我对自己的不自信就和解了。因为真的，我有时候走红毯，我上去之前就会看着，到底是跟别人说话还是不跟别人说话，好像每个人看起来都游刃有余，但是后来熟了才知道，原来每个人在那里都很紧张，对，都在想我到底是跟别人说话还是不跟别人说话。就是我觉得两个人慢慢成为好朋友，是因为我知道原来我恐惧的事情他也在恐惧，是的，都在害怕那个时刻。对，但是你们一起手拉着手走上红毯那一刻就好了哎，就很放松。对，因为真的有个人在你身边，你就会觉得好像真的没有那么怕了。而且你们那天抖音电影奇遇夜那天，从后台开始直播换衣服到台上去跟大家说想你了。我说这样的事情好像一个人张若楠一个人应该干不出来，绝对干不出来。我跟你说，我站在舞台上，我绝对脸的部都要抽搐了。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得喝2瓶二锅头那种感觉。所以上之前喝了没有？没喝，我们就是逼死二锅头。对，今年有没有可能去春晚小品，就是演一出想你了？真的，唱小人生要有梦想。春晚导演组看看我们吧，我们都有春晚小品的经验。太好了，而且我觉得姐妹之间就会燃起一些做事情的斗志。我跟你说，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显化，因为我今年一直在想，如果我有一天可以跟张若楠在春晚的晚上唱《难忘今宵》的话，因为我们两个人的组合你过年跨完零点，就是看着我今年交到的这个最好的朋友一起唱《难忘今宵》，难忘怎么歌？不是，我昨天就说了太多话，我昨天说了一整天的话，晚上回去还跟我好久没见的好朋友们又聊了好晚好晚。因为我身边的女生朋友非常多，所以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会想到我身边的女生朋友，因为在我好像感情不如意的时候，或者我工作不如意的时候，都是她们接住我的那些情绪。包括我看到你们两个现在坐在我面前，其实我会有一种汪美丽和高凡你们彼此衔接上了的感觉。就是戏外你们是金靖和张若楠，你们成为了好朋友，好像你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俩的延续。哇，你说的好好哦。故事里的高凡和汪美丽也许让你流泪，可是我们想让你知道，现实中张若楠和金靖会继续以高凡和汪美丽的身份做好朋友，之间这份真正的永远支持对方、信任对方，在对方需要的时候永远出现的这个友谊。对，做到了，做到了，我们做到了。最开始金靖说他自己是入室抢劫型的好友，那你觉得张若楠是什么型的好友？等待被入室抢劫的好友。昨天导演在现场就说嘛，其实在电影开拍之前给了我一个任务，说要跟张若楠做好朋友。他可能觉得金靖会有这种入室抢劫的能力吧，对吗？对，因为他可能觉得金靖就是足够主动。其实我觉得导演反而是认为像张若楠这样的人比较容易交朋友，因为说实话，我觉得我是比较难交朋友的。但是金姐，我觉得你这2年有一些变化，好像你身边的朋友也多了一点哦。是的，我觉得真的第一个打开我的就是我云之羽里的2个朋友。我今天特别开心，是你采访我，因为你一路以来看着我也要哭了，而且你也是看着他，看着我们，就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其实刚入圈的时候，我是非常的不安的，自诩可能有一些小聪明啊，就是我很会用一些话术去包装自己的不安，让大家会觉得说，哦，他好清醒哦，他不跟谁交朋友，原来是他自己的坚持。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我的自卑，是我觉得我跟这些人有距离，或者离我很远的人，我只是偶尔进来，我只是在云之羽客串了一个小角色，今后的我又能怎，又会怎呢？我不知道。可是就是朋友们在那个时候对我的，让我突然觉得，哦，原来
你觉得我跟你一样，我今天在这里串一个这么的角色，以后我还有光明的未来，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这一下子就给到我自信，然后慢慢打开。这些朋友们身上宝石般的品质，这么璀璨的灵魂闪到我身上，就让我觉得哦。我好幸运哦！我来到这里，虽然大家都说这里很复杂，可是我碰到你看，都是这么纯真、善良、好的，在那一刻愿意无私的帮助你、接住你的人，真好，这是你命里有的，老铁。老铁，我没有听到你之前那些故事，但是我刚刚听下来，就是我真的会有点恍惚，就我觉得你是一个那么闪闪发亮的人，为什么会？因为我觉得他们说的就是我们就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真的，我觉得你一定要把自己看为很珍贵、很宝贵的一个人，你要自己对自己有信心，真的，晶晶。老铁，我说真的，你很棒。其实这话也是他对我说的，因为我是对自己的表演，我觉得是有很大的自己的追求，但是我自己达不到的时候，我会很失落，然后我自己会很受挫。但是晶晶总会就是说你做得很棒，你很厉害，要是你做到了，不要再觉得自己不如谁，或者自己跟谁有不一样，你就是晶晶最好的晶晶，真的。然后就是我刚见张若楠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原来对自己的要求那么的高，我一直觉得他在苛责自己。其实我也能感受到，因为我每次见他就是通过作品嘛，他会反复问我，反复确定说你觉得好看吗？对，包括昨天其实有很多朋友就是第一次看到我们的电影，有很多朋友会给我发微信，他说你真的很棒，或者是一些朋友的朋友也会给我发微信，就是一些制片人姐姐们，他们会说，他说真的很棒，真的演得很好。那一刻我会觉得我很开心，我说我被看见了，就是这个点，就我的表演被看见了，我的表演被认可了，这个点让我会觉得，我特别开心。对，然后就是。我觉得你确实需要开心，因为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看到就是头发成那个样子，包括你们在卫生间换药的那个瞬间，我说两个人都在痛，怎么都那么痛？你是生理上的痛，他是精神上为你心疼的那种痛，所以我觉得对于你来讲，那个突破就是很大，那个生病的状态。我觉得还好，那个时候我在定妆的时候我都不太说话，我其实在拍这个戏我都不太说话，一直是晶晶就是去温暖大家，温暖我。就是像我们剧组的EPK 老师们，他们如果去回看整个过程，他们也一定会很动容。看着两个好像不太一样的人成为了好朋友，真的很奇妙。而且当时那个大巴上，你说我好像真的喜欢上你了，那是最真心的话，对吗？因为我这人不说假话，我讨厌说假话。就是大家可能一开始没有说真的确定会真的成为好朋友，也有可能真的只是同事拍完一个戏，但是真的就是拍完这个戏，就两个人能成为好朋友，这个真的是命中注定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一部作品。我也在想，我说大家真的能通过一部作品成为这么好的朋友吗？其实我们俩早上也在聊这个，我们俩真的是我们俩在一块儿一起去工作、一起相处的时候，真的是愿意为对方好。这个事情我觉得特别难得，因为我交朋友有点像小孩子，我需要对方为我撑腰，说一些我可能自己好像无法去表达出来，或者我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他愿意去为你做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认这个人。你需要一个太阳照着你，真的。我们两个人更看重的，觉得这段友情，或者说友情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平凡生活中的一种英雄主义。因为我其实回看这部电影，我其实没有什么瞬间可以让工作人员或者导演意识到我是一个多好的人，反而就是我为他出头那几次。他很棒的地方就是他不只是说口头上的说，哎，我来帮你啊，我帮你去说这个事情，他真的带着解法来。然后我们两个人妙就妙在遇到自己的事儿怂得要命，遇到别人的事二话不说就冲出去，因为敷料那场戏很重要嘛，演得不好就会太刻意。其实我们完全按照导演的那个要求去演完之后，导演就说可以了，有了。但我心中呢就觉得有一些遗憾，我就觉得汪美丽应该没有那么冷静，她应该会有一些退缩或者不敢。就这么跟她聊之后，大家都已经演完了，要撤场了，她就跟她讲，我说你觉得如果我刚刚要是那样说的话，会不会好一点？其实，在那一刻，金靖问我，你觉得刚刚怎么样？他那一刻，他像一个小动物一样，他需要一个人去保护他。我看到他的不确定，他说他可能比较少在片场去工作的经验，他就会觉得，如果说我想再来一遍，会不会大家不 OK？ 会不会觉得我很麻烦？我甚至不知道可以再来一遍。对，但我在那一刻，我就觉得我感受到他需要，他想要再来一遍。因为我作为演员，我自己知道，我有的时候回去看自己表演，会觉得好遗憾，当时可以做到更好。我就跟导演说，我说导演能不能再来一遍？所以你们那一刻可能就知道对方是我的好朋友，你们能看到对方的一些需要。
就是我前2天说的，我说一个人能看到对方看到另一个人的脆弱和需要，这一点很重要。是的，他愿意伸出手，这一点也很重要。我们聊点开心的吧。有点这样。我相信你们在首映的时候已经听到过一波又一波大家给你们的好评了哈。开心吗？开心。而且我觉得你们好像很多时刻都在跟观众连接，去检票，包括去路演的时候，太棒了。因为我真的也是很觉得以前跟这里很远，然后我进来之后发现大家都是一样的人，怎么就是在过跟我们一样的日子？你知道有一次我去探班张凌赫，因为之前我们录开推的时候，他就一直跟我讲说你来探班我啊，因为以前都是觉得是客套话，你知道吗？结果后来再见面的时候，他就说对啊，我那部戏都拍完了，你上次说答应来探班也没有来。后来他拍那个跟林允拍那个戏，我就去探班了嘛。然后在车上我就看着他在那儿玩那个相机，还给我摁几张，然后我就说张凌赫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平时在过什么样的生活呢？我说我们这是第一次就是这样接触和交往，没有任何的镜头，没有任何人要记录我们的对话，我们也不用搞笑。我说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很真诚地看着我，然后弄着相机，就跟你一样的人啊，就是普通人，没有区别。所以这个也是你之前会好奇的问题。对，而且他对我的那个眼神就是不要把我拉远。就是我们都是一样的，同事又成为好朋友的这种感情更难得，因为他真正了解你的处境。那天就跟张二楠说，因为我们昨天有在跑厅，最后一个主厅大家又很累啊，然后厅又很大什么的。我说，如果以后你在北京有任何的，你就叫我，我一定给你把场子搞得热热的，我给你全部。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朋友的支持太重要了。我真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717相遇了电影院见识。OK， 期待我们下一次见面。谢谢，我们喜欢你的采访，真的喜欢你的，真的喜欢，又很放松，而且又很快，感觉怎么就讲了5分钟？我太喜欢这种效果了，是真的，真的。拜拜，去哪儿？现在走，我们去了，我们走了，下次见。 OK， 拜拜。期待你身体健康，你的事业天天开心，再创高峰。